今天中文互联网上有一种争论非常常见，你在推特、油管、评论区里大概都见过。一边的人张口就来，中国人就这样，平时嘴上天天讲民主和自由，可一到现实生活里，遇到身边的不公和小范围的权力滥用，很多人要么沉默，要么干脆别管闲事。而当自己利益和规则冲突时，规则往往成了利益需要的说辞和约束他人的工具，关系和背景恰恰成为了关键考虑。最后明明自己最痛恨独裁者，可一旦到了自己的生活组织、小圈子、小群体里，很多人又会放任独断专行，甚至自己也活成那种最熟悉的强权模样。所以他们最后会把问题归到一点：中国人缺的不只是制度，更是现代文明里最基本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养。所以制度再好，给这样一群人也会被玩坏。所以中国人目前只适合中共的专制制度。另一边的人马上激烈地反驳道：少怪老百姓，问题根本不在中国人，问题在制度，在权力，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人民只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把所有问题甩给国民性，本身就是给统治者开脱。这种争论到了今天，吵到最后，通常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中国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国民的问题？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把这个问题想得非常深了。这个人给出的答案也非常直接，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朝廷的问题，也不只是制度的问题，更深一层是国民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梁启超。那梁启超为什么会把中国的问题一步一步指向国民？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政治经历——戊戌变法。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1895年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当时的清朝惨败，于是签下马关条约。条约里有几条内容对当时的中国打击非常大。第一，中国要赔日本2亿两白银，这个数字在当时几乎是清政府好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第二，中国要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第三，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开工厂、做生意，获得大量经济特权。简单说，就是赔钱、割地、开放经济利益。这件事对当时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刺激，连当时的朝廷文武百官也被震动，因为大家突然意识到，问题已经不是输了一场仗这么简单了。一个号称天朝上国的大国，居然被一个近代化没多久的弹丸之地日本打得这么惨，最后还要赔钱、割地、让利，这等于把一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面前。中国再这样下去还行不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焦急地寻找答案。有人主张继续守旧，有人主张先练兵，先办工业，也有人开始意识到，问题恐怕不只是军队不行、技术不行，而是整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方式都出了问题。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真正推上时代前台的。1895年，22岁的梁启超跟着老师康有为进京应试，面对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带来的巨大刺激，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私下议论，而是决定直接推动改革。于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事情——公车上书。简单说，就是一群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联名向皇帝递交政治请愿书。当时全国各地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按照当时传统，这些读书人考完试就回乡，很少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太大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一批主张改革国家的人，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摆脱危机，必须学习西方进行制度改革。这批人后来被称为维新派，也是颇有争议的改良派。维新派主要主张的是制度类改革，不是推翻制度，但他们的改革内容已经触及到部分制度层面，而不只是政策。改革包括教育制度改革、废八股、办新学堂、官制改革、裁撤冗官、军事改革、学习西方军制、经济改革、鼓励工商、政治改革、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保留皇帝和清朝统治，所以他们不是革命派。梁启超就是维新派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一批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是这群人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四处奔走，组织参加考试的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求朝廷拒绝签订马关条约，同时推动国家进行全面改革。虽然这次上书并没有改变马关条约最终签订的结果，但它却让一件事情第一次被公开摆上政治舞台。中国现在必须进行改革，
知识界内部围绕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的争论迅速升温。接下来几年，维新派不断办报、写文章、联络官员，希望推动朝廷进行制度改革。这种来自社会和知识界的改革呼声也慢慢传到了最高权力中心。3年之后，他们的机会终于出现。1898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持续推动和现实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正式发布明定国事诏，宣布开始全面改革。教育、官制、军事、经济，一连串改革诏令密集推出，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被卷进来。这场改革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今天回头看，那是清朝晚期最接近一次全面制度更新的时刻。而当时的梁启超只有25岁，对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皇帝要改，他跟着帮忙，这是他亲手参与、亲手推动的一场政治豪赌。他和康有为那一代维新派是真的相信中国还有机会。虽然当时的中国制度落后，官僚腐败，国家积弱，但是他们相信，只要改革能压过旧势力，只要最高权力愿意出手，中国也许真能从这个旧帝国里闯出一条新路。由于他们太希望中国快一点变好，所以也很容易高估一件事：皇帝的意志到底能推进多远。结果大家后来都知道了，从6月到9月，变法只持续了100多天，随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控制，维新派遭到全面镇压，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日本。另一边，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生秀6人被处死，后人称戊戌六君子。而关于六君子被钝刀砍几十刀，菜市口围观的百姓拍手叫好，扔臭鸡蛋烂菜叶，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并没有被可靠的一手文献坐实，属于后来的演绎、小说手法和网络流量的再加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那段时间里，其实一直在反复思考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把变法的失败只解释成上面的人不愿意改，这个解释还是太浅了。也就是说，并不是简单的无实权的皇帝等人想改，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等人不让改，这么一句话就能充分解释失败的根本原因。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推进的，它是在一个旧权力利益结构还完整存在的环境里推进的。改革一旦真的往下推，就会直接触碰很多人的现实利益。比如官制改革会裁撤冗官，很多人的位置和前途都会受影响。教育改革要改变科举和八股，这意味着原来依靠旧考试体系上升的一整代人会突然失去通道。而更敏感的一点是权力问题。表面上，光绪皇帝在发布变法诏令，但晚清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慈禧太后和她背后的旧官僚体系。在他们看来，这场改革不仅是在改政策，更是在重新分配权力。所以对慈禧和很多旧官僚来说，这场变法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件危险的事。一旦改革真的推进下去，很多原有的权力格局都会被打破。也正因为这样，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强大的上层阻力。所以梁启超当然知道戊戌变法失败首先有上层权力斗争失败的原因，这一点他不会看不见。但真正让他后来越想越深的，不只是上层有人反对改革，而是另一件事：为什么这场改革会这么脆弱？为什么前面还是皇帝发诏，京城议论，不少达官显贵支持，变法声势浩大，后面只是一场政变，几道命令，一切就几乎一夜之间被推翻？如果改革只是败在朝廷上层，那可以说是一次宫廷斗争的失败。可一场真正已经扎下根的改革，不应该只靠皇帝、少数官员和少数知识人撑着。如果他已经在更广的社会层面激起认同、讨论和期待，那上层一翻脸，改革也不至于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迅速消失。可如果一场看起来这么大的改革，竟然连一点更深的社会反响和支撑都没有，像是这一切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在朝野上下激起更大的浪花，这就非常奇怪。那就说明问题恐怕不只是上面谁赢了谁输了，因为改革虽然写进了诏令，却还没有真正深入到社会普遍各阶层，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它更多还停留在皇帝、少数官员、少数维新知识人这一层。也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的目光开始慢慢从朝廷移开，往下看看整个社会。他逐渐意识到，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把自己理解成国家的一部分，他们首先是某个家族的人，是某个乡里的成员，是某个行业里的生意人，
国家当然存在，但往往是一种很远的存在。皇帝、官府、朝廷这些东西与普通人的关系更多是一种被管理的关系，而不是参与其中的关系。只要日子还能过，很多人更关心的往往是土地、买卖、家业、子女、宗族。至于国家怎么运作，政治怎么变化，那往往被看成是上面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面对权力时最自然的反应不是参与，而是看热闹，甚至是回避。梁启超越来越觉得，这种社会状态其实很难支撑一个现代国家，因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只是有政府、有法律、有政策，它还需要一个社会里普遍存在的习惯。人们会关心公共事务，会讨论国家问题，并且主动热情地参与其中。如果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意识，那改革就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自说自话，成败就主要依赖最高权力的意志。表面上看，好像已经有新的政策、新的改革安排，可一旦旧权力结构反扑，社会本身并不会形成力量去保护这些改革，于是改革就会像戊戌变法那样，很快被推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梁启超慢慢提出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朝廷权力斗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几条政策的问题，更深的一层是国民的问题。在梁启超眼里，传统中国有很多臣民，却还没有长出足够多的国民。而所谓旧中国，说到底就是要完成这一步，把臣民变成国民。既然梁启超已经把问题一步一步追到这里，他接下来必须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臣民该怎么变成国民？他对此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新民。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如果想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光有新政策、新制度都不够，还必须有一批新的国民。但大家要注意，他说新民不是今天网上那种一句提高素质就打发掉的东西，在他那里，这几乎是一整套重造社会人格的工程。梁启超自己讲得非常直白，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苟无新民，何有新制度、有新政府、有新国家？也就是说，在他的逻辑里，制度、政府、国家并不是第一层，第一层在于培养大量的新民，按今天的话就是培养公民。所以梁启超后来办报、写作、启蒙大众，重点其实都不只是传播新知识，而是在试着改变中国人和国家之间那种旧关系。旧关系是什么？是国家在上，百姓在下，是朝廷的事归朝廷，百姓的事归百姓。是国家再乱，很多人首先想的也还是怎么把自己的日子先保住。这不是老百姓坏，而是几千年皇权秩序把人训练出来的一种本能。梁启超最想打破的就是这个本能。他后来反复讲，国家思想、群体观念、公德、权利、义务背后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个活在家族、乡里、私人关系里的人慢慢拉进公共世界。在他看来，传统中国不是没有道德，而是道德大多停在私人范围里。对父母孝顺，对朋友仗义，对邻里讲情分，这些都可以有。可一到公共事务，很多人就不管了。国家怎么样，和我关系不大，制度烂不烂，反正轮不到我来管。官府来人，我尽量躲，哪怕社会洪水滔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梁启超觉得，这种社会就算哪天真的把议会、宪法、选举这些东西全搬来了，也很难真正立住。因为支撑制度运转的不只是条文，而是一种日常习惯。我承不承认公共的东西和我有关？我愿不愿意把自己看成国家的一部分？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和百姓是一体的。无论你主观上是否愿意关心国家，但是国家一旦有难，你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他后来特别强调公德，在《论公德》里他写得非常重。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这句话其实非常说明问题。梁启超不是在抱怨中国人道德败坏，而是在说中国最缺的不是几句劝善，而是把人组织成现代社会，把社会组织成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德性。你把这个逻辑再往下一步，就会发现梁启超要的新民大概有3层意思。第一层是让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国家不是皇帝家的，也不是官老爷和地方豪强相生的，自己不是被动受制的臣民，而是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人。后来研究梁启超国民思想的学者也指出，
他是在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系统地把臣民转向国民的理论人之一。第二层是让人开始进入公共生活，不是只会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开始关心税怎么收，政策合不合理，报纸上讨论的政治到底和自己的关系，该怎么支持和反对不合理的人与政策。政治应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后来那么重视报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这些东西，在他手里从来不只是写文章的地方，而是把观念灌进社会的入口。中山大学整理的新民说导言里也明确提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通过议报、新民丛报持续宣传改良维新，广泛传播西学，在思想启蒙上影响很大。第三层也是最难的一层，是让权力和责任一起在社会生长出来。如果一个社会只学会了我要权力，却没学会我也要承担责任与义务，那最后不一定会长出一个现代国家，反而可能先长出一片混乱。这种混乱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社会搞成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他心里的新民既不是就事顺民，也不是只会激烈发泄的人，他想塑造的是一种更完整的现代人格，知道国家是公共的，同时承担自己有权利与责任，自己不能永远把公共秩序当成别人来扛的东西。说到底，梁启超要做的不是先换一套法条，而是先换一种人。因为在他看来，晚清一切改革最深的教训就在这里。上面的制度当然可以变，可如果下面的人还活在旧心理、旧习惯、旧关系里，那新的制度很可能只是在旧社会表面披上一层新衣服。所以他后来才会把旧中国慢慢理解成一场非常慢、非常难，也非常不可能靠诏书一夜完成的工程。先把臣民变成国民，如果这一步做不到，后面的制度再先进，也可能只是在空中搭房子。那按照梁启超的救国理论，这条路到底有没有产生结果？答案其实很清楚，有，而且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那种今天写文章，明天国家就变了的结果，它更像一种慢慢渗进去的变化。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得非常广，一批正在走出旧科举世界，进入新教育体系的年轻人，正是在阅读这些文字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国家、国民、公共事务这些新的观念。换句话说，梁启超未必直接改变了国家机器，但他确实改变了一部分人的脑子。可问题也恰恰发生在这里。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报纸能到的地方，学校能到的地方，也就是城市里的知识界、新式学生、青年群体只能覆盖到少数条件好的人群。而中国当时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绝大多数普通人面对的现实并不是什么是国民，而是更直接的问题：今天能不能吃饱饭？明年税会不会更重？灾荒来了怎么办？兵祸来了往哪里躲？再加上当时文盲率极高，不但不识字，而且连报纸都接触不到，更谈不上接受新的政治思想启蒙。所以梁启超这条路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他的思想在前面跑得快，但当时社会本身跟不上他的脚步。他确实点燃了一批人，但一个国家并不能只靠一批被点燃的少数人就立刻完成整体转型，因为社会大势依然在皇权的基本盘这边。如果一定要评价这条新民路线的现实结果，大概可以这么说：在思想层面它很成功，在社会层面它开始产生影响，但在国家层面它还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正在剧烈动荡的大帝国完成转型。因为改变国民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慢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持续不断努力，中间还不能中断。而晚清中国面对的危机却偏偏非常急，列强在外，财政在崩，军队在乱，朝廷不稳。在这样的局面下，慢慢改造国民这条路，很多人自然会问一句很现实的话：远水能不能救近火？梁启超当年的时代，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来得及得到真正的答案，因为接下来的历史发展得太快了。晚清局势迅速恶化，革命思潮不断扩大。十几年后，清朝走向崩溃，中国进入民国时代，但很快又陷入袁世凯称帝，然后军阀割据的长期政治动荡之中。如果把梁启超当年的新民这套思路用在今天，是否救得了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清楚一件事：今天中国社会的国民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去看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会发现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嘴上谈的词汇已经非常现代，民主、自由、宪政、法治
等等这些词大家都很熟悉。但另一方面，一到具体问题上，很多讨论又很容易迅速滑回另一种状态，不是讨论规则本身，更别提严格执行规则，而是先站队，关系和利益是真实考量，规则成为幌子。至于权力该怎么被约束，怎么被监管和问责，变成了是自己人掌权就过问，局外人掌权就义正言辞声讨，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普遍的状态是，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反抗旧权力，追求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到现实里，真正支配行为的往往还是另一套更熟悉的逻辑。面对强者倾向于顺从依附，面对弱者又很容易无视规则，践踏边界。规则常常不是一套人人都该遵守的公共准则，而更像是看对象、看关系、看利益来决定怎么用的工具。这种状态说到底和晚清社会大量臣民的处境并没有本质区别。也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当年那套判断到今天依然成立。如果一个社会里仍然有大量臣民，而不是足够多的国民，那么再好的制度也很容易变成无根之木。表面上制度可以一夜之间换掉，可下面承接制度的人没有变，制度很快就会摇摆变形，甚至把整个社会重新拖进更大的动荡里。所以梁启超这套理论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他提醒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制度当然重要，但制度要转型成功，前提是先有足够多的国民。从全球民主转型成功的历史经验看，没有哪个社会是一夜之间成功的。无论是欧洲许多国家从专制走向宪政，还是二战后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重建民主秩序，往往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一两代人的社会训练。而中国的社会基础底子更薄，也就是网上比较激烈的批评，此乃文明洼地。所以中国要形成稳定的公民习惯，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这恰恰就是梁启超当年最担心的问题。但是中国今天的情况其实比梁启超那个时代更复杂。好的一面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很高，文盲率很低，互联网也让信息传播变得比过去快得多。但另一面的问题也很明显，今天中共执政下的中国，思想管控在很多方面其实比梁启超那个年代更严。梁启超那时候，维新派至少还能公开办报、公开讲学、公开讨论新民，而今天很多触碰公共问题的表达，很容易直接变成法律和治安问题。比如拍纪录片记录白纸运动的导演陈品茗，2025年被以上海法院判刑3年半；曾经因报道武汉疫情坐过4年牢的张展，2025年又被追加判刑4年。2026年初，2名调查地方腐败的中国记者刘虎、吴英娇也在报道发布后被警方带走。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关于公共责任、权力监督、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只是传播困难，而是随时可能演变成因言获罪的现实风险。所以要让一整套关于规则、责任、监督、公共参与的公民观念大范围、持续、稳定地进入社会，难度非常大。这也意味着梁启超当年这条路用在今天的中国，让社会走向一个更成熟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时间仍然会非常久。而这个死结一旦放到中共如果突然退出执政舞台这种极端情景里，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这里要强调一下，这里不是为中共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洗白，因为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共造就的，公民和专制是水火不容的。这里只是基于事实的预测探讨，所以这里最需要警惕的不是简单的乱，而是几种更具体的风险。第一种是民粹化，这里的民粹不是为了骂人，而是说政治迅速从规则、程序和长期利益滑向情绪、愤怒、身份对立和谁替我出气。这种政治一开始会显得很有力量，因为它动员快、传播快，喊口号也最容易。但它的问题是，它很容易把复杂问题讲成一句话，把公共讨论变成集体发泄，最后反而把社会推向新的强人政治。第二种是地方化、山头化、圈层化。如果一个社会长期没有成熟的公共意识和规则意识，一旦中央权力突然松动，很多人最熟悉的反应不一定是怎样建立公共秩序，而更可能是先保自己人的利益，外面哪怕洪水滔天也和他们无关。清末到明初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旧秩序一崩，新的统一规则又没有真正站稳，结果就是共和国在名义上存在，现实里却常常是军事实力和地方权力在决定政治。第三种是复仇政治和极端化清算。
当一个社会长期压抑，很多真实的不满会累积下来，一旦旧体制突然松动，社会当然会要求追责，这本身很正常。但如果整个社会缺乏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和最低限度的克制，追责就很容易滑向复仇，清算就很容易滑向互相扩大化。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很多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慢慢处理的问题，最后都被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和武力对抗吞掉了。结果不是法治，而是更大的暴力混乱。所以把梁启超那条路放到今天来看，它的现实意义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梁启超当年面对的难题，不是他没看到病根，而是治疗方案太久。改造国民本来就是一件要靠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慢慢完成的事情，可晚清撑不到那个时候，历史很快就会把当时的中国推到了更剧烈的崩塌、争夺和动荡。今天的中国其实也有同样的危险。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中共突然退出执政舞台、旧秩序迅速松动的局面，中国大概率也来不及在短时间内自然长出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根据中国传统专制王朝反复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一个长期高度集权的体制本来就很难永远回避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可历史的大变局往往不会等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件事才不是一个可以以后再谈的远期目标，而是一个必须提前面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今天中国人构成的社会本身就已经有很强的原子化倾向，很多人更习惯各顾各的，趋利避害，公共意识薄弱，精致利己主义盛行。在现实生活里，公正、道德、规则这些东西经常敌不过更直接的力量、权力、金钱和关系。如果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之上，未来再突然叠加一场大的政治转型，而社会里又没有足够多具备公民意识的人出来拖住局面，那么中国很可能会重走梁启超那个时代之后的老路。旧秩序垮掉了，新的公民秩序却还没长出来，最后留下的只会是更大的混乱和代价。所以如果把这些现实因素都放在一起看，一个更务实的问题就会出现。既然在现有环境下很难让整个社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广泛的公民训练，那中国至少要先守住一层能够守住的东西。社会里的一部分人必须先形成稳定的公民意识。这里说的一部分人，是那些在社会中拥有资源、知识、判断力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比如大学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媒体从业者、文化界人士，以及一部分仍然保持独立判断能力的社会精英。为什么是这一层人？因为在任何国家的剧烈转型时期，真正决定社会是否迅速失控的，往往不是情绪最激烈的人，而是有没有一批能够守住基本秩序的人。他们未必掌握最高权力，但他们往往掌握社会运行中的关键节点。法律体系需要律师和法官维持规则，医疗系统需要医生保持专业伦理，大学需要教师保持知识传统，企业需要管理者维持经济秩序，媒体需要有人坚持基本事实。如果这些位置上的人全部随情绪漂流，一个社会很容易迅速滑向全面失序。但如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规则、程序和理性判断，那么即使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社会也可能保留一定的缓冲层。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中间层的存在其实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在政治剧烈转型时能够避免最坏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里始终存在一批人，他们未必能立刻改变国家的方向，但他们可以在剧烈动荡的时候，让社会不至于迅速滑向全面失序。所以，如果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未来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公民社会，更重要的是，在社会里逐渐形成这样一批具有稳定公共意识的中坚力量。这批人很可能成为社会秩序和公共理性的最后一道缓冲。当然，这里说的也只是一个大致方向，具体怎么做，用什么方式推进，在今天的国内环境里，本来就很难公开展开，因为一旦公布，方案就不管用，然后被中共封杀。但是我相信一部分人已经有了具体应对之道，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推进力度和范围还不够。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未来中国真的面临某种历史性的转型，而社会里连这样一层人都不存在，那么整个国家就很容易在情绪、仇恨和极端主义之间剧烈摆动。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一旦一个社会滑入全面的情绪对抗和秩序崩塌，再想重新建立稳定的公共规则，往往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所以在所有可能的准备之中，让中国社会更多人慢慢长出公民意识，
这也许不能立刻改变时代的方向，但在关键时刻，它可能决定一个国家会不会跌入更深的混乱。更进一步说，它也可能决定当旧秩序真正松动的时候，中国社会是被情绪、仇恨和极端力量带着走，还是能够慢慢回到规则、责任和公共秩序上来。如果未来中国真的要经历民主制度转型，那这种公民意识未必能让转型变得轻松，但它至少有可能让转型不至于彻底失控，甚至让这个国家在剧烈变局中一步一步走向真正的转型秩序。而这也许正是今天所有还在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最不能忽视的一件事。这里我简要提醒一下，我知道很多人更喜欢谈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体的，这是你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于中国未来会走到哪一步，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能做的也许只有一句很朴素的话：尽人事，听天命。苟有息民，何患无心制度？无心政府，无心国家。